反正你喜欢的风格，你 AI 画出来后，你拿给设计师看，那设计师应该都有办法做出来，因为这些东西对设计师来讲都不是很难它都没有那非常复杂的工序。比方说你要做一个蛋形的天花板然后间接照明那就木工，那就很麻烦很贵。但你这个还好啊，这不是油漆跟地板，然后其他灯换掉，然后软装摆一摆，大概就是这样大家都做得到。参考看看，一样不用怕，就是你以后看到那个烂的屋况就没办法没办法接受，其实不会的。这个改完以后是可以长这个样子，我们来改很像超级像的装潢该怎么弄？三房装潢3大地雷，玄关落尘区配电不够用，第三房用途。先说结论三房装潢要特别注意的是，你的小孩会长大，所以你在装潢的时候要考虑他长大以后会不会变得不方便，然后你就还要再改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的生小孩就送房子可以吗？如果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三房装潢会有哪些地雷那这次来讲三房装潢的地雷。一般呢会上到三房的话，基本都是有小朋友啦，或是有要生小孩的打算，所以在装潢的时候就要连小孩他未来的生活状况都要一起考虑进去。例如说玄关玄关我就会很推荐你可以在玄关做一个落尘区，然后让小孩在这边换鞋子，不然你信不信他一定是第一个鞋子到处乱丢第二个玩得太开心了，就穿着鞋子就走来走去，然后鞋子上的泥沙什么的会直接被带到房间里面。再来你要知道有哪些装潢也要多注意，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你的配电不够。例如说买的是老公寓来改的话，很可能发现说它的电路只给到30安30A 就对了，这很常见30A 40A 以现代人的使用情境来说，很大几率都是不够用的，因为电器太多，以前电器没有那么多。我讲一个比较夸张的案例例如说你是三房，但是你会有4台冷气嘛，因为客厅也要1台，那你4台冷气同时开，然后顺便洗衣跟洗碗机都开了以后那同时冰箱也在运转假设这边还撑得住，假设接下来你女儿洗完澡吹头发一开就跳电这个就是老公寓在现代化的使用场景下配电会不够用的问题。一般现在新的建案起码都会给到60A 以上甚至会配到70A，我还看过100A 的，所以用电上就没有什么顾虑这样电这种东西基础建设能改就要先改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不要把这4台冷气都配在同一条线路上，也很容易跳电。最后你要知道第三房要慎重考虑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房常遇到的状况。那状况是这样，就是你买3房嘛，然后你的主卧就是你跟你老婆住嘛，然后第2房是小孩房，这都没什么问题，问题大概都会浮现在第三房。例如说你的第三房就要做孝亲房，然后你爸妈岳父岳母1年可能来住不到2次你就要把这间孝亲房收起来嘛不行因为这样变成不孝。那你来当游戏间的话那就会涂黑板漆或者造型玻璃，让小孩可以乱画这样好，可是小孩会长大，到时候你要把这个游戏间改成小孩的书房，或是你们2个小孩都长大了要分房睡什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分区原本游戏间的小孩就跟你抱怨客厅电视好大声，然后客厅的电视有一个什么嗡嗡声，叫你小声一点，因为之前装潢的时候那边就不会去考虑到隔音的问题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下面哪个三房装潢的问题更加的雷？欢迎留言跟大家一起吵架A 收纳做不够，东西摆的到处都是收纳。B 插座规划不良，手机要轮流充电，插座不够用，然后你要摆延长线又很难看这样。C 隔音没做好那小孩说妈妈在喊救命晚上的时候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
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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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这个是我去抓的这个很常见吧？这个老旧公寓啊，或是一些旧的大楼，是不是厨房都长这样？那比较没有经验的朋友他看到这个会怕就不知道怎么弄，然后一来就是厨房重做或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用整理还是整理得出东西的。当然你的橱柜什么要定做了但是这个老实说还好，没有到非常夸张恐怖。原因是你看它的那个它后面的瓷砖，它没有什么膨供的样子嘛，然后它也没有拉什么热水的明管嘛，表示都应该还好，基础建设上应该都还好。好，那现在这个部分我就是玩一玩玩给你看，说 AI 来改房子会改成什么样子。这个有预防针要先打你不能信 AI， 你只能最多做参考而已。原因是什么？准确的尺寸准确的尺寸，这个一定要是人去量的，你只能说搭起来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还有第二个是光线光线通常没有到 AI 的那么漂亮，因为他们是做那个图嘛，他们不是现场光源嘛，所以它会很均匀很美这样那你大概就是要掌握一下那参考而已那这个厨房啊被我们改完之后长这样子的几率很高这个我跑图跑了好几十次有就是干嘛要跑出一张很像的嘛，然后这个乍看再生很像，对不对？连那个玻璃的灰波都稍微绿绿的，这个都出来，对不对？那来我再对比给你看来原本长这样然后我们改完以后大概可以长这样，这花钱就有了花钱就有了。所以别惊啦，就是你看到那个中古屋的屋况不好是不用太过担心。那你就现场请 AI 画画看。我跟你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厨房，你拿去任何一个室内设计师你给他看，他会说你看不起我吗？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橱柜嘛，量完尺寸嘛什么的。那这毕竟是 AI 画的，所以你看它是给单口炉，这个不对啦那这个就是 AI 上会有一些落差的部分双口炉什么的给它上去就好了。好，总之就是要给你看说你看 before 然后 after。所以下次你再看到那个不好的屋况这个不用太担心，你就现场拍照，现场请 AI 画。这有抽卡的问题，就是它很容易会给你出包或是干嘛，那你就再出然后看自己喜不喜欢，能不能接受这样。我要表达的是，你不用被那个老旧的屋况吓到。我们男生都没关系，我们当兵都在当了，那更脏，对不对？但是女孩子看到这是我梦想中的厨房，怎么会长那么丑，这么难看，那么恶心？不用怕这个都可以改好，来第二个，这是一个案子我在591上抓的
就是来做范例啦，所以拿出来讲一讲。来，第二个是厕所，厕所也是居家在改造的时候的大问题啊。来，这间厕所是不是也很常见哦？就是这种瓷砖风格哦。OK， 好，我们这间厕所哦，首先你看它没有干湿分离哦，它就是直接就是全湿了。好，干湿分离也不一定整理的出来哦，因为那个跟现场的配置有关系哦。然后啊，我有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嘞，就是你看它底下是不是有瓷砖颜色不一样，在墙壁上那个有可能是水管哦，所以以前有凿开然后去处理之类的，这个我不晓得哦。然后你再看它的那个洗脸盆，不锈钢这监狱风哦这个你不管是要自住还是要出租都要换掉的嘛哦。好，然后进柜一样哦，我们来看 AI 来改完以后会变成怎么样？你要一直叫 AI 说不要去跟动原图的尺寸、深度、长度、宽度那些，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提示词，能够就喂进去，然后它就出来这样那如果你有开发出什么提示词的话，你再告诉我。你看改完之后是变成这样，这就是看就是说改完以后会变成这种厕所是不是大家都普遍就能够接受了马桶换新然后面盆换新然后基本上大的东西都没有动，你底下要再做一个洗手台底下的柜子也是可以然后这个 AI 它去更改，它要把那个淋浴的地方有做更动，那个就不一定更动得了嘛所以只是看好玩的，就是好，反正整理过后大概会变成这样。你光打强一点自然光的话，看起来还可以。有被整理过的厕所就长这样，这个厕所已经很理想了吧，对不对同样同一个案子，我们来看第三个地方，对不对非常多出租屋风格，就大概就是长这样一个房间，然后家具然后老老的很难看这样。他那时候他为了要把家具卖出去，他不可能做一个很难看的家具来卖嘛，所以这就是当时的审美那到现在都不流行了。不过这个房间有一个好，就是它分离式冷气已经上去了好来一样，我们用 AI 来改图，改完之后变成这样。我跟你说，变成这样的几率很高。当然光线上可能没有到这么均匀柔和啦，但是改完以后的那个。我跟你讲，你任何一个，你也不用到设计师，你找一个统包说我要改成这样，大家都可以，因为这没有出现什么厉害的工序或工法，大家都可以OK， 所以你看你改成这样是不是就很 OK 啦，就很能接受啦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本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出租屋风格，然后改成这样。现在台北很多共生公寓不是就是这种改法嘛那有点文青啊，有点北欧风啊然后你看看以这个图上，我们再来摆个绿植，不是搞定了，就很好出租啊，就这样。好，以上就是反正就心血来潮我来试一下 AI 改房间给你看然后这是尺寸不能相信它它尺寸一定是错的，你一定要是人去量。但是反正你喜欢的风格，你 AI 画出来后，你拿给设计师看那设计师应该都有办法做出来，因为这些东西对设计师来讲都不是很难他都没有让非常复杂的工序，比方说你要做一个蛋形的天花板然后间接照明那就木工，那就很麻烦很贵。但你这个还好啊，这不是油漆跟地板，然后其他灯换掉，然后软装摆一摆，大概就是这样大家都做得到。参考看看一样不用怕，就是你以后看到那个烂的屋况就没办法没办法接受，其实不会的。这个改完以后是可以长这个样子，我们来改很像超级像的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
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3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